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10月5日新闻，今日摘要：以军撤离路线曝光，川普计划最新进展，哈马斯对谈判前景悲观，胡塞武装支持哈马斯。国防部官方消息，战役未结束，继续戒备。内扎里姆走廊最西端的参谋长表示，战役尚未结束，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加强防御，随时准备重新开战。如果人质获释，那将是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实现战争目标的重要一步。这一切都归功于你们的努力。内塔尼亚胡警告哈马斯，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哈马斯的谈判只会持续几天，若其不履约，以色列和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他警告哈马斯将被彻底解散，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他强调，在以军继续驻扎加沙的情况下，所有人质都将被送回国，并希望在祝棚节期间宣布回归。内塔尼亚胡指出，促使哈马斯改变的是以色列的军事与外交压力，并驳斥外界对协议的质疑。他表示自己顶住国内外要求停战的压力，以色列已消除来自真主党和叙利亚的威胁，锁定叶海亚辛瓦尔目标，并在核威胁应对上取得进展。若哈马斯违约，以色列将重新采取军事行动。极右翼领袖警告退出政府。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与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宣布，将在协议 A 阶段完成前推迟任何最终决定。斯莫特里奇批评内塔尼亚胡暂停加沙攻势是严重错误。本格威尔则警告，若哈马斯在所有人质释放后仍存在，他的政党将退出政府。他表示，摧毁哈马斯与营救人质密不可分，保留哈马斯将成为以色列的定时炸弹。两人已在安息日期间与内塔尼亚胡会谈，显示在高压局势下仍保持协调。以军撤离路线曝光，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宣布，以色列已同意一条初步撤军路线，并提交给哈马斯，表示一旦对方确认，停火将立即生效。人质与战俘交换随即启动，为下一阶段撤军和和平创造条件。他展示的地图显示，以色列国防军在上月大规模进攻前控制加沙约 70% 的区域，并计划在拉法、汉尤尼斯北部及缓冲区维持军事存在。该协议被视为关键突破，若落实将推动人质交换与冲突降级，同时确保以色列在战略要地的安全立足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人质全部遣返后，以军将逐步撤离战区，先守住黄线，随后在美方授权下由外国军队接管安全，再退至红线，将控制权移交给阿拉伯领导的部队。川普和平计划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其提出的和平计划取得关键进展。哈马斯在多次威胁与施压后，原则上同意该方案，但要求将加沙地带移交给巴勒斯坦人，而非国际力量，并称释放俘虏需超过72小时。伊斯兰圣战组织表示将遵循和平计划，但誓言以火箭弹回应以色列行动，同时承诺重建加沙，重新武装。阿拉伯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对哈马斯施压，迫使其同意一次性遣返所有俘虏。根据计划，人质遣返后放下武器的哈马斯成员将获大赦并可安全离境。所有恐怖基础设施需销毁，解除武装将在国际监督下执行，并实施武器回购与社会重返方案。哈马斯回应称，将在巴勒斯坦整体框架下处理加沙未来事务，并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埃及确认，相关会议将于阿里什举行，讨论人质交换与战争结束条款。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感谢以色列暂时停止轰炸，为协议推进创造条件，
并警告哈马斯不得拖延，否则一切将前功尽弃。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暂停军事行动为战术调整而非停火，旨在促成人质释放并维持对加沙城的包围态势，同时警告北部仍属危险区域，平民切勿返回。哈马斯对谈判前景悲观。一位熟悉谈判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领导层对当前谈判并不乐观，认为协议可能只涵盖部分条款，而非全面解决方案，但为避免激怒川普总统及调解方而未公开。消息称，哈马斯拒绝接受裁军原则，既因坚持保留武器，也受伊斯兰圣战组织施压。开罗谈判代表团尚未确定，可能包括穆罕默德·达尔维什、拉齐·哈米德和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同时，以色列已告知华盛顿，计划未来几年在加沙3处关键地区，含萨拉赫丁轴线和缓冲区，保持军事存在。曼彻斯特犹太教堂袭击者身份曝光。卫报报道，曼彻斯特犹太教堂袭击者35岁的叙利亚裔男子吉哈德·沙米，在实施袭击时正因强奸指控获保释，曾多次涉及性侵案件。尽管他有犯罪前科，军情5处等机构仍未将其列为反恐威胁。专家批评称，安全部门和内政部未能保护公众，并呼吁加强对外国人的安全审查制度。以军空袭汉尤尼斯恐怖团伙。以色列国防军在情报局与辛贝特协调下，出动战机袭击并摧毁位于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恐怖团伙，约20名成员被消灭。该团伙试图袭击加沙南部人道区域，以平民为掩护。监控显示，更多恐怖分子以儿童做人盾后遭精确打击，平民未受伤。军方指出，哈马斯多次阻止居民撤离，并将其作为挡箭牌。目前已有超87万人撤往安全区。以军再次敦促平民前往人道区域，强调哈马斯系统性利用贫民区发动袭击。以军发现哈马斯医院下隧道网络。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城一座医院大楼下发现哈马斯修建的重要隧道系统，揭示该组织利用人道机构从事军事活动。以军安全局与亚哈洛姆部队在约旦医院旁发现通往地下武器制造车间的竖井。隧道全长约 1.5 公里，设有武器生产室、会议室及军官宿舍。另一条隧道位于哈马德医院地下。以色列强调约旦未参与其中，并正绘制完整地下系统地图。此发现凸显哈马斯将军事设施藏于贫民区，严重威胁加沙民众安全。外长萨尔谈耶路撒冷与美卡协议。外交方面，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强调，川普总统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要求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萨尔还就美国与卡塔尔达成新防务协议的报道进行了澄清，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但这不是闹剧。胡塞武装继续支持哈马斯。胡塞武装宣布将无条件继续支援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称其军事行动完全应哈马斯要求而启动，只有哈马斯要求停止才会停止，并将此视为团结互助与共同命运。该组织在声明中警告，犯错者将承担后果，并誓言战斗至胜利或殉难。同日凌晨，胡塞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目标区域靠近本古里安机场，被以军成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同时威胁将对美国、英国、以色列及阿拉伯盟国发动大规模行动。分析人士警告伊朗，可能为防被动挨打而采取先发制人攻击。中东多国局势紧张。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也门4国或将同时遭遇大规模袭击。在联合国恢复制裁与本币暴跌的双重打击下，伊朗议会通过削减里亚尔面值4个0的法案。与此同时，受川普计划提振，以色列谢克尔上涨 2%， 股市大涨 12%。当晚，德黑兰炼油厂发生剧烈爆炸，并引发大火，原因尚在调查中。美以对伊作战预警。伊朗高级顾问警告称，川普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加沙计划可能与伊朗局势密切相关。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立即撤离伊拉克，因安全风险上升。伊朗、伊拉克情报人士称，以色列将打击德黑兰，美国则计划摧毁伊朗在中东的代理网络。分析指出，72小时内，美以可能同时对伊朗采取行动。以色列防务立场。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任何建立针对以色列军事能力的组织都构成威胁。如有必要，以色列不排除在黎巴嫩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官员指出，黎巴嫩问题没有时间限制，但以色列不会等待太久。哈马斯高层现身。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自9月9日其儿子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后首次露面，出现在卡塔尔电视台直播中。他谈及儿子哈曼及多名办公室成员的死亡，这是他幸存后的首次公开亮相。荷兰法院维持对以色列军备出口。荷兰最高法院裁定不会立即禁止向以色列出口战斗机零部件。法院指示荷兰政府在6周内审查其武器出口政策，并将未来是否限制的最终决定权交由政策制定者。开罗将启动人质协议谈判。埃及确认正式人质协议谈判将于周一在开罗举行，重点讨论囚犯交换与撤离路线。主要参与者包括库什纳、维特科夫、罗恩德莫及以色列安全局代理局长。库什纳与维特科夫已启程赴埃，确保协议落实与人质获释。报道称，人质释放为固定条款，不做谈判。卡塔尔首相与埃及外长通话，强调维持川普计划势头，认为这是结束战争与确保人质安全的关键。利伯曼与贝内特的警告。反对党领袖阿维格多·利伯曼警告，以色列民众在假期期间应待在防空洞附近，称伊朗威胁尚未结束。内阁官员批评利伯曼与贝内特利用安全议题制造恐慌，以谋取政治利益，并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确凿情报支持这种说法。比杜检查站恐袭未遂。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比杜检查站，一名疑似袭击者驾车冲撞并造成一名49岁妇女轻伤。嫌疑人试图逃入比杜镇时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抓获，警方正在调查其是否与恐怖组织有关。辛贝特局长任命获批。以色列高等法院驳回针对辛贝特以色列安全局新任局长齐尼将军任命的诉讼。法院认为任命程序合法，齐尼将军将于明天正式就任。自拍船队人员被驱逐。以色列外交部宣布137名试图突破对加沙封锁的自拍船队成员已被驱逐至土耳其，其中包括36名土耳其公民及来自多国的参与者。部分外国政府拒绝接收被遣返人员，但以色列表示所有人将尽快驱逐出境。警方在船上发现毒品和避孕套，却未发现任何人道援助物资。格鲁吉亚总统府遇袭。格鲁吉亚总统府遭纵火袭击，民众因不满选举结果爆发大规模抗议，局势持续动荡。航空与考古消息。英国航空宣布预计于10月26日恢复飞往以色列航班，显示航空恢复信心。以色列自然与公园管理局与海法大学宣布，
在戈兰高地耶胡迪耶自然保护区中心地带发现一座距今约1500年的犹太教堂。考古学家德罗尔·本约瑟夫博士表示，这一发现证明犹太人早在1500年前已在戈兰高地定居。总结，内塔尼亚胡警告哈马斯限期履约，否则将与美方动武。川普公布撤军与人质计划，哈马斯原则同意。以军继续空袭并揭露医院隧道，胡塞导弹再袭以色列，美以或将打击伊朗，埃及将主办人质谈判，局势紧张。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